大家好，今天再也要和大家深入聊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许家印和他前妻丁玉梅的事儿。这可真是一出惊天大戏啊，比任何谍战片都要精彩。先说说许家印这个人物，曾几何时，他可是中国首富，风光无限。大家还记得当年他有多牛吗？开着豪华游艇、私人飞机，出入顶级豪宅，挥金如土。恒大集团那阵仗，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撼动的商业帝国。但是朋友们，你们可千万别被表象给骗了。这恒大说白了就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他那2万多亿的窟窿，靠许家印一个人能填得上吗？做梦去吧！所以许家印进去之前，他们家肯定是早有准备的。技术性离婚、分割财产、移民加拿大，这些招数一个不少，全都使上了。最狠的是，他们还玩了一手借钱还自己的把戏，发行高息美元债，然后自己买入。这么一来，恒大还债，钱不就进了自己口袋了吗？这招数可真是高啊！你以为这就够过分了？那你就太天真了。他们还推动海外公司破产，丁玉梅甚至不惜起诉自己的儿子，要追讨10亿港元。这一家子啊，真是要把恒大最后一滴血都榨干啊，简直是丧尽天良。现在许家印进去这么久了，恒大的一个大金主都被判了死缓，他的下场怕是不太妙啊。看来他们家的如意算盘是牺牲许老板和小儿子，让丁玉梅带着500多亿和大儿子逍遥快活去。但是朋友们，这种美梦能实现吗？我看悬。为啥呢？因为恒大的债主可是遍布全球啊，那些海外债主可都不是什么善茬。贝莱德、恒丰、瑞银、富达，还有号称新兴市场专家的安石，这些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你们猜怎么着？2021年恒大已经不稳了，这帮人不但不撤，反而加仓。为啥？他们赌恒大太大不能倒，中国政府最后一定会出手相救。他们想趁机抄底，等着发大财呢。结果呢，全都被套牢了。现在恒大的美元债接近200亿美元，这些机构能放过许家吗？做梦去吧！他们想从恒大国内资产获偿是不可能的，那些值钱的东西早就抵押光了。好在恒大是香港上市公司，于是香港法院就上场了。这下可有意思了。丁玉梅现在要面对2个超级厉害的对手，香港法院指定的恒大清盘人，一个是著名的西产律师黄永诗，另一个是前雷曼兄弟亚洲业务首席清算人杜艾迪。这2位可都是赏金猎人啊，他们的手段之狠辣，绝对不是丁玉梅能想象的。他们一上任就发现恒大早就被掏空了，立马起诉了许家印和他的高管团队。接着他们发现许家印的豪宅、游艇、豪车全登记在丁玉梅名下，于是丁玉梅也被告上了法庭。这下可热闹了。清盘人要求许家印、丁玉梅等人返还2017年到2020年期间获得的分红和薪酬，总计60亿美元。这下可好，伦敦法院直接冻结了丁玉梅的所有财产，每月只给2万英镑生活费。听起来不少是吧？一个月近19万人民币，比很多人一年挣的都多。但朋友们，你们别被这个数字迷惑了。对丁玉梅来说，这点钱连请律师都不够啊。更糟的是，这个禁令在56个英联邦国家都有效，包括丁玉梅拿到永居权的加拿大。许家印给大儿子在加拿大设立的23亿美元家族信托也早就被盯上了。这些海外债主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瓜分许家的海外资产，减轻自己的损失。所以你觉得丁玉梅日子好过吗？他现在就是行动的500亿，全世界的债主都在围剿他呀。如果这些海外债主拿不到1分钱，那结果可能会更糟。看看英国那个林奇的例子吧，这哥们刚赢了一场官司，正高兴呢，
结果带着全家和朋友去意大利坐游艇庆祝，游艇翻了，他和女儿、律师全都死了，而且还是先窒息后入水的。这明摆着是被人做掉的呀。所以说啊，钱多虽然是好事，但也可能因此上了别人的餐桌。丁玉梅现在还在挣扎，想保住那些带走的资产，但难度越来越大了。做个安安静静的富婆，做梦去吧。最新消息说，许家印被从北京转移到了深圳，说是为了方便他跟恒大高管沟通，还说他给公司高层写信，催他们加速解决理财产品兑付问题。听说他现在身体还不错，恒大也完成了70%以上的楼盘建设。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深意呢？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许家印身上有太多的谜。他的真正金主是谁？他在里面到底交代了什么？这些问题要是能整理出来，绝对比《人民的名义》还好看。许家印当然是个坏人，但他肯定不是唯一的坏人。用金钱开道，用美色开道，用前途开道，这些招数用的可是炉火纯青啊！恒大的问题绝不是许家印一个人就能搞出来的，背后牵扯到多少利益集团，多少权力交易，恐怕只有许家印自己心里清楚。现在许家印被转到深圳去了，据说是为了配合恒大精算组的后续处置。之前把他弄到北京，可能是怕他活不过年。现在该交代的都交代的差不多了，该抓的也抓了不少。听说许家印态度很配合，主动退赃。但是朋友们，你们真的相信他会全部交代吗？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聊聊许家印这个人在中国权力政治中的地位了。许家印的遭遇可以说是中国商人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做官是个高危职业，但做生意的风险可能更大。为什么？因为商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官员手里。你可以富可敌国，但一旦触犯了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转瞬间就可能灰飞烟灭，身首异处。这种情况其实自古皆然。大家还记得亚父吕不韦、明朝首富沈万三、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吗？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商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可以说，历代和政权合作的商人中，没几个能善终的。但是朋友们，你们可能会说，这是古代的事了，现在不是这样了吧？错，号称以世界上最先进理论指导的权力组织者，在掌握全国政权后，对财富和权力的控制，比古代的王权体制厉害100倍。虽然古代帝王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们的统治无法真正深入社会的末梢。而现今的执政者通过国有企业掌控了社会的关键资源和大部分财富，包括金融财富。即便如此，当前的执政者对民间财富的扩张仍然抱有本能的警惕。在过去的某个时期，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开放后，虽然允许和鼓励民众发家致富，但当他感觉到民间的资本力量侵入权力体系，和权力中的腐败分子相结合，构成对政权，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挑战时，就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和摧毁。在这方面，当今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说是历代领导人中最狠的。徐明、吴晓辉、肖建华、陈建、马云，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无论之前低调还是高调，都被一一收拾了。为什么当今掌权者要这么做？因为在他看来，资本力量的做大，直接威胁他对政局的控制和国家的统治。在被查处的腐败高官背后，几乎都有商人，尤其是红顶商人的影子。这位领导人提出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表面上是要在官员和商人之间实现科学分割，斩断黑色利益链，但实际上他的真实目的是要让资本臣服，告诉红顶商人，你们的财富来自国家的赐予，如果不愿意听从国家的指挥和安排，为国家所用，
而和他的政敌搞在一起，用财富资助他们反对他，挑战其权威，就是在与国家为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许家印就是这个名册中的最新一个，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据说许家印的问题在于触犯了当局为防起量身定做的3条红线，企业出现危机后不去积极自救，反而躺平，把巨额债务甩给国家。同时他还暗度陈仓，搞技术性假离婚，为儿子买巨额信托基金，向国外转移财产，甚至在美国申请破产，企图利用美国来抗拒国家。这些行为在最高领导人眼中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商业环境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差的时期，某个特殊时期除外。这并不是说当局不需要商业，最高领导人不需要权力白手套。相反，商业或者经济已成稳固统治的基础，国家需要推动商业的发展，以解财政燃眉之急。但商业必须为国家使用，商人必须为国家服务，尤其在当下内有不满增强、外受西方遏制的状态下，商业和商人更不能脱离当局的控制。正因如此，当下也是商人风险最大的时期。要将企业做大，必须寻求政策资源和权力政治的保护，在权力政治中寻找代理人，或者成为权力政治的白手套，这一点和过去没有任何区别。不同的只是，今天的政治环境归于一人统治，过去的寡头共治局面不复存在，因而商人可以依附于不同的权力政治寡头的情况亦不复存在。有着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早就参悟到了这一点。他那句引起极大争议的"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现在看来真是有先见之明啊。说白了，这位最高领导人的新型政商关系就是商人在从事商业过程中可以和权力勾结，但不能有损国家利益，危害国家统治。如果和权贵结合，不管是直接还是暗中的反对他，更是绝不允许的。可惜一些商人也许像许家印一样，或过于自信建立起的政商关系，或错估企业大到不能倒，而成了牺牲品。朋友们，许家印在权力政治中的沉浮，会给中国商人上一课吗？我看悬。因为在这个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里，想要将企业做大，就不得不与权力勾结。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也是中国商人的宿命。许家印的案子远没有结束，随着这个事件的发展，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戏剧性场面。这个案子涉及的金额太大，牵连的利益太广，背后的故事肯定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得多。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许家印的最新情况。据说他被从北京转移到了深圳，说是为了方便他跟恒大高管沟通，还说他给公司高层写信，催他们加速解决理财产品兑付问题。听说他现在身体还不错，恒大也完成了70%以上的楼盘建设。但是朋友们，你们别被这些表面现象迷惑了。许家印被转移到深圳，真的只是为了方便沟通吗？我看未必，这背后很可能有更深层次的考虑。首先，深圳是恒大的大本营，那里有许家印最复杂的关系网，把他带到那里，是不是为了更方便地挖出更多的猛料？其次，深圳靠近香港，是不是为了方便跟香港那边的清算团队对接？再者，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把许家印带到那里，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许家印的命运已经不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了。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到许家印背后的那些核心助手们，这些人才是许家印真正的底牌。比如说，有一位叫潘大荣的，
据说是许家印的贴身大管家，从恒大创立之初就跟着许老板。许家印的很多见不得人的交易都是通过潘大荣来完成的。现在潘大荣在哪里？有人说他早就跑路了，有人说他还在国内继续运作。但无论如何，这位大管家手里掌握的秘密，恐怕能让不少人睡不着觉。还有一位叫赵长荣的，是许家印的左膀右臂，负责恒大的海外业务。据说许家印在海外的很多资产都是通过赵长荣的名义持有的。现在赵长荣人在香港，表面上是在配合调查，但谁知道他是不是在暗中运作，继续为许家印转移资产。这些核心助手们现在可能比许家印还忙，他们一方面要保护自己，一方面还要设法保住许家印的那些隐藏资产。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维持许家印的那些特殊关系。要知道，在中国做生意，关系可是比钱还重要啊！但是朋友们，你们别以为这些核心助手们就是忠心耿耿的。在这种大案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打算，说不定哪一天，这些核心助手们就会反水，成为检举许家印的关键证人了。最有意思的是，据说有些核心助手们已经开始互相算计了，他们争夺许家印留下的遗产，争抢那些还能利用的关系网。这些人啊，平时称兄道弟，现在为了自保，可是什么丑事都做得出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商业生态。在这个生态中，商人们不仅要应对市场风险，还要应对政治风险。他们必须在权力和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许家印的案子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诸多问题。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造就了一批像许家印这样的富豪。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高杠杆、高负债的基础上的，是不可持续的。现在，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这种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恒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通过高负债扩张，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但是，恒大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涉及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矛盾，比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何公平竞争，金融体系如何进行有效监管，房地产行业如何健康发展，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再也想说的是，这个世界永远不缺乏许家印这样的人物，他们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手段，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疯狂试探，但是最终他们都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我们普通人呢，虽然赚不了那么多钱，但至少可以睡个安稳觉，这可能就是最大的幸福吧。许家印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特别是财富和权力。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从许家印的故事中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